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也许由于热闹月的缘故，虽然已经进入了6月中旬，但今年加州的气温都还是挺凉快的。不过随着日照的时间变长，花园里的植物都处于快速生长的状态。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初夏的花园吧。每年当月季花期将过，也就预示着绣球的季节到了。首先是这一颗 Nickel Blue 蓝尼克，根据名称，我想它的蓝色应该是很漂亮的。不过由于我没有给它调蓝，所以它呈现的是粉色。我个人认为它的粉色很温柔，也很漂亮。蓝尼克我一共有2颗，这一颗是从1加仑的小苗开始，一直都种植在5加仑的盆里，它所在的位置也一直没有移动，在我露台的花架上。这里朝向西北，背靠房屋，由于屋檐的阻挡，夏天仅在午后有2小时的直射光，到了冬天则是完全没有直射光。虽然如此，但这个位置还是相对的空旷，虽然直射光不多，但全天都有明亮的散射光，因此它的开花性也一直挺不错的。今年从 Home Depot 购入了一盆纱之小姐绣球，是2加仑的苗，价格也是相当的实惠。纱之小姐的叶片是带有古铜色，由一圈晕染的重瓣小花组成硕大的花头，初开时颜色有点复古的感觉，后面则是变成了温柔的粉色边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旁边的北美蓝山，这是我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买的小树苗，放在室内直到2月份才拿出来。当时的状态确实不太好，我一度还以为它不行了。所幸的是，经过几个月的阳光和雨水的滋养，它也慢慢的恢复了生机。更让人惊喜的是，它原来在叶子尖端的枯黄的小凸起是它的芽点，后来这些芽点也基本全都长出了新的嫩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新叶是很漂亮的蓝绿色，而之前的老叶子则是变回了普通的绿色。它的根系其实已经长得非常满了，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陶盆，希望它在今年的年底继续成为一棵可爱的圣诞树。在另一边的区域，从冬天一直开放的超长待机的紫红色大花天竺葵已经退下了帷幕，而旁边的白色风车茉莉则是粉墨登场。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伴随着浓郁的香气，浪漫的气息扑面而来。5月的时候，我给这棵铁线莲 HF Young 修剪了残花，它应该是属于2类铁，出了春花，通过修剪，它在夏季还能够第2次复花。现在我们也可以看见它蓬勃而出的新芽，我这个花柱看来是 hold 不住它了。进入夏天，铁筷子也到了需要修剪残花的时候，我们把花剑直接从底部剪掉，腾出空间给新的叶片生长。这几个花盆原来种的是郁金香，我本来还想说花后待到自然枯萎，看有没有机会明年复花，但当我把种球拔出来以后就放弃了。每个球都很瘦弱，也很小，复花估计是很难了，于是就直接放堆肥箱就好。回到刚才看到露台花架的位置，这片区域正是春季铁线莲和郁金香大放异彩的地方。当时的绣球只是充当绿色的背景板，但今天它俨然已经成为了主角。就像家里的衣橱一样，我们的花园其实也需要换季，而这种季节的交替也恰恰是它最具有魅力的地方。
夏天也是各种浆果收获的季节，树莓、蓝莓、草莓。每天小朋友到院子里，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采集当日最漂亮的果子。在蓝莓的后面有一片紫色的铃铛花，刚买回来的时候就像是一堆乱草，我随便就往地上一放，没管它了。没想到后面它开出一大片花海，而且花期超长，作为切花也十分的适合，很值得推荐。我并不确定它是1年生还是多年生的植物，今年还是要继续观察看看。除了铃铛花，我其实一直都在收集蓝紫色的草花，用来搭配月季。例如这里的蓝盆花，它的英文是 Pin Cushion， 针线包，在圆鼓鼓的花心上有一颗颗的花蕊，看上去确实就像是裁缝的针线包，很贴切也很可爱。比较难得的是它真的非常的耐旱，整体的花期也超长，加上植株比较紧凑，适合作为花坛边沿使用。鼠尾草也是超级经典的紫色花茎植物，例如我在这里种的就是在苗圃非常常见的紫色鼠尾草，竖线型的花序能很好的丰富花茎的线条与质感。除此以外，也有这种像小荷包的鼠尾草，它的花期更长，也非常的灵动可爱。在这里我还种了一棵非常高大的紫色的草花 Sea Holly 刺芹，这是我去年买的裸根，去年一整年它都没有开花，只有很像菜叶的叶子。今年它终于抽出了花剑，在花苞的孕育期，整个植株都是绿色的。但很神奇的是，进入了6月份，当花苞成熟打开后，整个花剑染上了一层带有金属感的蓝紫色。它的花朵像是一个个迷你的小松果，旁边的花萼则是由很多小尖刺组成，非常的特别。不过需要吐槽一下的是，它刚打开的时候气味非常的销魂，怎么说呢，有点像是下水道的味道，所以给它传播花粉的不是蜜蜂，而是苍蝇。幸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味道也渐渐的散去。刺芹从颜色上、质感上是很不错的花茎植物，不过它在我的这一个位置有点太高了，它能够长到4尺高，挡住了后面的月季。今年我应该会把它移到花坛的后方，在这里换上比较低矮的搭配植物。回到我的背樱花坛，自从5月底修剪以后，现在已经过去3周了，可以看到新芽都在蓬勃的生长。奥利维亚和戴斯德蒙纳甚至都已经长出了花苞。相对来说，罗尔德达尔和波塞冬始终是慢半拍，不过现在也处于抽芽的状态。月季修剪过后，比较重要的是要注意养分的供给。如果无法做到规律的使用水溶肥，那至少撒一把缓释肥还是很必要的。随着气温的上升，在干燥的地区，可以在土面覆盖木屑，这样能够减少地面水分的蒸腾和杂草的生长。除了月季，我也为这里的玛格丽特菊做了大的修剪。玛格丽特从1加仑小苗长到直径为1米的大花球，只用了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但随着它的体型不断的增长，这个位置空间也越显狭小，视觉上也开始变得不平衡，因此对于它株型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特别是在空间有限的小花园里面，我们追求的其实并不是每一棵植物都长得很大，而是它们能够和谐地共处在一起。修剪过后，感觉整体都清爽多了。虽然现在一大早还是阴晴不定，但上午10点过后，一般又变回了清澈的蓝天。
午后的阳光也开始变得猛烈起来。虽然我总觉得自己的花园光照不够月季的生长，但每当夏天来临，我也会庆幸自己的院子有一片林荫地可以躲避加州的烈日。那下一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今年初改造的背阴花坛在经过小半年生长后有什么变化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